这赌场在并境线外，还包办了出境手续，就是专门为了吸引国内的赌客。什么赌客呀？不都跟你一样吗？一帮贪心不足的烂赌棍。小刘总，小刘总，好久不见，这么快带10万块钱回来翻本了，钱准备好了吗？看来我之前说的没错。这位先生是？我是他爸，这臭小子欠你多少钱？他爸。这位先生，如果你是来我们赌场闹事的，想要拿回他输的钱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来人，送客。哎，谁说我来闹事儿的？我是来玩的，钱都准备好了。原来是客呀，我们赌场就欢迎你这样的客人，请吧，他爸。你原来还有存款？网贷呀，臭小子！要不是因为我的借网贷，网贷就滚出吧！小4点大，哥，你在这干嘛呢？舅舅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什么叫我也在这儿？你怎么连你爸也带过来玩了？我你个臭小子，你还是不是人呢？连你舅都拉下水，这跟我没关系，是舅舅听说我在这儿，非让我带他来的。哥，别赌了，沾赌没有好下场。你不记得小雨怎么死的了？哎呀，你别管我，今天我都输了10几万了，又欠了这么多高利贷，今天我连本带利把他赢回来。家里本来条件就不好，你说你输了这么多，你有没有想过你老孩子啊？舅舅，反正你也没钱赌了，干脆收手吧啊！何成，这钱借我，等会不然我再给你。哎，舅舅，不行！小，一定是小。舅舅，这是我爸网上借来的翻本钱呢。你相信我，已经开了6帮单了，这把1的小，等我回本我再还你。来，给我来！小356 14点大。爸，怎么办？我只抢回来1个，只剩1万了。对不起，我这辈子当牛做马，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的。你别生气呀，对不起呀，晨儿。没所谓啊，1万块也够。1万块也够。各位，请下注吧。啊！爸，你疯了！阿钱，你这不是送钱吗？你不会连规则都不懂吗？你现在下的位置，必须得等所有骰子都是6，才能算你赢。豹子一赔150，想一把翻盘，我看你是被刺激傻了吧？全完了！爸，你不说你以前……你闭嘴！开吧。3个6。豹子，这兔子，这就是兔子！哎呀，兔子吧，竟然是豹子！太夸张了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一赔150，150万。
150有你的150，赶紧拿钱，快点，快点！没想到刘先生还是个高手，只用耳朵听就能听出骰子的点数。不过这整整150万，可抵不了小刘总在我们赌场线下的赌债。150万都不够，他到底欠多少？臭小子，我怎么不知道你说了这么多？爸，我不用说了，从我知道你单赌那一天开始，就知道你觉得没有人性正常。我干赌鬼啊，是见得多了。爸，幸好有你在。对，今天我们不光能平账，还能赢他几百万回去。爸，哎呦，你们都错了哈！今天我不是给你们平账的，更不是来赢钱的，而是告诉在场所有人，有赌结账。刘先生可不要信口雌黄，我们赌场从不出钱。话说，我们光靠抽流水就能维持赌场的运营，你何必要出钱？那我要是能证明你们赌场出千呢？证明赌场出千，有病吧这人！人家赌场一天抽水都上千万，怎么可能出千嘛？哼！就是啊，不可能嘛！刘先生这么笃定造谣我们赌场，身为赌场总经理，我可不能袖手旁观啊！好啊，咱们也别绕弯子了，安排个赌桌，我就跟你赌，是不是有赌接债？我会证明给所有人看。那我们拭目以待。整个赌场最强的牵手就是我，老东西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。刘先生，你想怎么玩？那就玩点大家都能看懂的，不要话。好。刘先生，要检查一下吗？不必了，不管是落汉还是控盘，其他手段你随便用，我无所谓。刘先生还是胆魄十足，我希望你能一直这么嚣张下去。就凭你刚才那句话，我今晚就让你倾家荡产。玉儿，你不是被他们扣下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他们说你欠了赌场300万，让我来打工偿还。黄经理，我说过这笔账我会还的，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小刘总，我只是留你的未婚妻在这打工还债而已，又没让她卖身，我对她还不够好吗？你，刘先生，我做庄，你先来。第一把这空牌给我发顺金，想让我尝尝甜头，放长线钓大鱼嘛？哼，手段实在是太糙。闷10万。哎，疯了吧？闷10万，还整是10万。阿琛儿啊，虽然咱们有150万，可是这么玩也玩不了几手啊。是啊，爸，我们才刚赢回来100多万，你这么玩的话，我们一下就……老老实实在旁边看。我没张口，谁也不要说话，什么也不要做。哇，刚开始就认怂，岂不是让所有人瞧不起我？我跟你10万，再闷10万。刘先生，玩牌不是这么玩的。赌博说白了就是分输赢，只要能赢，怎么玩不都行？你说呢？我弃牌。你看我这不是赢了吗？甚至我连牌都没看。来吧，发牌发牌。
怎么样？还看好了吗，刘先生？什么破牌不要了？爸，这么好的牌，为什么弃牌啊？你有点浮躁都写脸上了。我算是知道你怎么输那么多钱了。我，刘先生，我很喜欢你那几句话，赌博赌的是人心，玩牌技术只是其次。那你放我身边的眼线也是其次。刘先生说什么我听不懂。你倒是挺谨慎。刚才你知道我能听散，所以你双管齐下，既控牌保证输赢，又在我旁边安插了一个眼线，防止我出清。这一套对付一般的小角色还行，对于我，你只会做多错。刘先生，电影看多了吧？我不会出钱，反正我给你机会了，要不要是你的事。放开吧。这个人不对劲，不能拖下去了，要速战速决，一把让他完蛋。我发他3张K棒子，他看了牌肯定会忍不住下大注，但是不管赌多少钱，他都会输给我这3张 S。刘先生，请说话。10万几10万的没什么意思，这把我想玩个大。刘先生想怎么玩？我用全部的筹码，爸，你干嘛呀？老千，他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就为了证明我没有出现，这天哪！你怎么证明我出钱？刚才你用手法给我发了3张 K 的 boss， 而你手里留的是全场唯一能压我这手牌的最大 boss 3张 A。我不看牌，也不跟你赌大小，我就赌你有没有出千。我现在用全部身家来赌你们赌场的名声，怎么样？敢不敢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赌我们赌场的名声？刚才黄经理说的天花乱坠，说这个赌场不可能出钱，那我就用150万赌你嘴里一个言之凿凿的事实。这种无本万利的事情，应该不会出现。开赌场还敢出现赢钱？我看你们是不想干。赌场肯定是看人下菜，就是说，为了控开牌，不然就证明你们赌场做贼心虚，就把这几天赢我们的钱都还给我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对，没错，开牌。黄经理，请开啊，真的是报你这样，这手牌绝对有问题。果然是3个 K 开牌，要是你的女孩是3个 S， 就证明阿谦说的都是对的，你们赌场再出钱。现场这么多人看着，你要是海底了，这赌场就别开了。开牌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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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地正就是 S， 是 S。第二个 S， 真的。没必要了。
从小就听说当年的千王之王手法无人能敌，眼力更是艳绝群雄。本来我还不相信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好本事。怎么会？竟然不是三少爷！空手变牌，手法不错，比这个黄金灵强。呀，你这是？小玉，你不是文杰的未婚妻吗？你怎么和这个卷毛坏人在一边啊你？你说的不错，这个人果然就是当年的刘谦。不是你们两个到底想干什么？为了请到您出山，我可是下了不少功夫，甚至还要出卖色相。呀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刘文杰，你别傻了，要不是为了确定你爸的身份，你觉得我会答应你的求婚？我不认识你们，为什么要拉我儿子下水赌博？没办法，谁能想到当年的千王完全销声匿迹，不但形象气质变了，甚至从此不再沾赌。隐藏的实在是太好了，只有把你这个傻儿子拖下水，才能让你再次暴露实力，好让我们确认你的身份。行了，我来了，有必播放。我老板可是对你赞赏有加，非常想和你聚一聚。不过在见面之前，你得先陪我安排的人玩几把。玩？赌就是赌，是一脚踏进去都出不来的漩涡。这个对于我来说从来就不是赌。这样，替我给你老板带个话，让他回家完蛋去。那这么说，刘先生对当年林玉女士的死也不感兴趣了？小雨，小雨，答应我，不要再做千王了，把那些赢回来的不义之财全都散出去。好，照顾我们的孩子，这辈子都不要再碰赌了。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！我们当然不会空着手来，知道刘先生你现在无欲无求，钱财美色都打动不了你。那林女士当年的死因，你不会也不在乎吧？继续说。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林女士当年的死就和我们有关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就陪我们玩几把。好手段啊！居然用我爱人的死来做筹码。小小阳谋而已，不值一提。哦，你别忘了，你儿子还欠我们赌场300万的债呢。这里可不是国内，欠钱不还是什么下场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300万，分明是你们给我下了套。这就说笑了，赌不赌全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是我逼你赌了吗？哟，你木已成舟，不要跟他扯。既然我来了，你想怎么玩，我陪着你。各位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看一场好戏啊？刚才那150万我们会照常赔付给你，算你有300万的本金，参加我接下来安排的赌局，赢了
钱你带走，输了，下场你知道的。出来吧。哎，文杰，他们三不是你的同学吗？之前我还在你们家见过，还是你爹亲自招待他们的了。文杰拿你们当兄弟啊，你们却给他做局下套。刘叔，景这是误会我们了。是小刘总他看着我们在这儿赢了不少钱，自己吵着闹着非要跟进来。这小刘总他手气不好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我看小刘总输的不甘心，还好心帮他介绍贷款呢。谁知道小刘总这么上头啊！他一晚上啊，300万白花花的票子就全丢出去了。你们，哎呀，这十赌九输的道理都不懂啊，活该！也不动脑子好好想一想，要是谁都能从这儿带钱出去，人家赌场还开着呢。你们三个居然给我下套！这有钱不赚王八蛋！你知不知道你这300万是怎么收买的呀？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就是这家赌场的暗灯了，专门帮赌场抓钱。想玩点手法吃光你的赌资，还不是手到擒来啊！这几位就是将你儿子拖下水的罪魁祸首。培养他们几位，我可是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。现在报仇雪恨的机会就摆在面前，希望刘先生能醒。你倒是挺机警的呀，这些事交给其他人做，自己摘干净。我说过，为了确认您的身份，我下了不少功夫。请吧，刘先生。不管是自愿还是强迫，都会让你们后悔给我儿子下。请吧。这场赌局，每个人300万的本金，玩法、底注都由各位自行决定，可以通过互相沟通随意更改。本人不参与，只做监督。本场赌局只有一个规则：决出一个筹码超过3000万的人，不限任何手段。不限任何手段。玉姐，你确定没说错？当然，我说得很清楚。那这下可就好玩了。之前玉姐说玩的很大，我还不信，没想到玩的这么大。这3个人刚刚才说自己是暗灯，那就是老千呀。老千啊！他这句话的意思不就是说，鼓励他们出老千吗？那就别浪费时间了，玩21点了，又快又直接，底注10万，赢家通吃，速战速决，可以，我没意见。哼，刘叔了，你不会连21点都没玩过吧？就是退役的，这家伙是治病了，一看就什么都拿不出来吧？这游戏简单的很，我告诉他们玩就好了。拿牌吧，玉姐。这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呢，拿到几就是几点。这些花牌呢，通通算作10点。Ace 嘛，就特殊点，可以算作11点，也可以算作1点，看你手上牌面情况来定。这输赢嘛也很简单，2位数的加法就可以了，这小学生都会。手里的牌点数相加起来比大小，21点最大，超过21点就是爆牌。如果庄家和闲家都是21，那就还是推翻。你跟他说那么多干嘛？不让他赶紧输光赌袋。咱兄弟几个拿着这些钱去吃香的喝辣的，他不爽吗？感谢科普，要不这局我先做庄。请各位验牌吧。
刘叔，你这连牌都不会写，刚才说还让我们3个后来啊！这300万啊，我看你要收的比你的傻儿子还快啊！下注吧，各位。越是级别低的签手，越是会在人家面前卖力。真正的老千要做到用签于无形，因为一旦被抓到，那就要直接去领残疾证。刘叔呀，这年纪大了就应该成熟稳重点，这老吹牛逼，这不像个长辈啊！哼，要不你给咱们露一手？我看呢，你和刘文杰是一个德行，巴掌不打到脸上，就不知道疼。打嘴炮而已，输过几局他就会哑了。别管他，准备叫牌吧。不用叫了，21点，庄家屠桑。就是你不会是太厉害了。庄家暗牌 A 与明牌组成21点，根据21点的玩法规则，庄家直接翻盘，通杀。拿了吧你！算你运气好，第一把小你抽到了21点，小输10万抵住了，无所谓。知道规则刚才怎么说？赶紧翻牌！不对啊，这不是运气，他甚至连暗牌都没看，就随手抽出来一张 A， 这绝对是他提前算好的。这几个傻子居然完全没看出任何问题，刘谦跟他们果然不是一个级别的。刘叔，这运气可是用一回少一回，这玩牌呀，他看看还得是技术。要牌，我这把点数不高，肯定也要。给我再来一张。下个马，懂不懂规矩？看直接上手抢。李姐，这你不管一管？直接拿筹码是不被允许，会被直接判负。不，你们误会了，我只是想拿回我赢掉的筹码。牌都没发你就认为自己赢了？你以为自己能预知未来啊？没错，我就是会预知未来。报，3家全报，庄家。我天哪，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厉害的人了。这是庄家的小马。再拿了吧你！3家全报，这怎么可能？3家交配都叫他给，这概率，你出钱！胆子不小啊，敢当着我们面告鬼！哎，刚才说不限手段的时候，一脸高兴的可不是我。哦，还有一点，蓝道规矩，多签拿赃。你们现在的小菜鸟都不懂这些基本的东西了吗？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们这里也是这规矩吧？没错，虽然这一局不限任何手段，但前提是不被发现。如果被任何人发现，或者拿到证据，出签人直接判负，手里所有筹码都赔付给发现人。无所谓，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你出了钱，你迟早抓住。你错就错在暴露的太早了，你还说我们显摆，我看你才是最显摆的那个。我们3个人盯着你一个，你有再多的手段都不够。不可能的，这世上唯一能看穿我所有手法的人，已经不在。刘叔，口气还真不小啊，话别说的太满，这打脸可是很疼的。我再押100万，不管你是正常发第1张，还是用手法发第2张，那都是我做了记号的牌，你这把输定了。还傻愣着干嘛？发牌呀！21点，老东西，你还狂不狂？跟吗？你什么意思？
没看见我21点吗？还问什么问？没问题，跟不跟？按照之前的排序，下一张刚好是我要的牌。当然要跟，我也要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也是21点，居然又是21点。两家21点，怎么会有这样的牌面？我袖子里就是一张 A 4，配合我现在的10和 Q， 怎么样都是21点。我也押100万，不过不相信你，这张牌我要自己开。我也是21点。哎呀，3家都是21点，这太夸张了吧？太离谱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刘叔，这我们3家都押了100万，你这300万的本金，21把就要输光了。你这输的比你的傻儿子还快呢，还以为你有点本事，搞了半天也是废物一个啊！一个傻儿子，一个蠢爹，不配是一家人。别浪费时间了，赶紧交出筹码，赶紧滚上来！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人家刚才赢了几把呢，他手里至少还有几十万呢。这几十万，别说赢够3000万，想赢回300万的本钱，恐怕都很难吧？谁说我这把一定输300万？如果说我这把也是21点，刘叔，你可当心点，我们3双眼睛盯着你，你要是出千被看破，你这把还是一样要输的。这把出钱要是被我发现了，我就先剁了这些手，然后我们3人再平分。这刚好呀，直接想和你不用去夏威夷赌战，那就多谢你们父子3姐。看来还是没那个本事呀，还想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出气，你当我们是瞎的呀？你们看啊，我现在是16点，根据玩法规则，庄家不够17点要再交一张。你懂不懂啊？能和你这手牌凑成21点的只有4张了，其中1张还在他手上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要怎么凑出这21点。庄家21点还是1，看来你们的21点来的不是时候啊！庄家居然也是21点，那这3家的21点，他根本不管用呀，还是庄家赢呀！就是，不可能！你到底怎么做的？不对，我明明记得牌序，这张牌应该是第3副格才对。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法？怎么可能我们3个人都看不出来？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手法，只是移牌而已。把我想要的牌移到了第1张。移牌？什么时候比赛？刚才，如果我说这一把，我依然是21。不可能！移牌是我的共同，不可能看不到。原来吧你！确实，这个手法是被容易看，但是当我让你们看这张暗牌的时候，你们的注意力只看到了我的右手，而我的左手却跳出了你们的视线。我就顺便做了一个移牌的动作，视线诱导，小把戏，随便找一个会玩魔术的都能搞定。没想到对你们这么管用，难得啊！第1次赢了300万，你们输钱的速度也不比我这傻儿子来得慢吧？我还以为今天能往分进。你少得意！我们这美家还有100多万，想赢光我们还早着呢。这样吧，我们这把搜哈1把都没输。我知道你们心里都带着气，想把输出去的钱尽快赢回来。我也不想磨叽了，要不咱们把所有的底注都压上。刘叔，现在你当庄，牌在你手里，我们也看不破你出枪的手法，你叫我们跟你1把定输，
你当我们傻呀？那这好办，我会把发牌权交给监督人，由他来发牌。爸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赢了几百万，要是都输光了该怎么办？都在我的计划之内。爸，阿杰，信任，要相信你爸。你们不相信我，同样我也不相信你。把牌权交给第三方，没有庄家也没有闲家，我们4个比大小。如果同样是21点，我们就比花色。同样是赢家通吃，怎么样？那你可不能反悔，连自己仅有的优势都没有。果然跟林文杰一样是个傻子。哼，话可是你说的，别怪我们落井下石了。发牌。还没有，这还不错，16点，我也该搏一搏了。叫牌，可惜啊，就差1点，不过也够了。都已经2家20点了，我不叫岂不是输定了？叫牌，不对劲，怎么我也是20点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跑不清？叫牌。不好意思啊，21点，我行了。着什么急啊？这里还有1家没说话呢，请等这一局走完。他牌面就是20点，叫什么都是包，你还真有这个胆子吗？谁说我叫什么牌都能包？我还有唯一一张能够赢的牌面，对吧？你意思是你能叫到一张 ace？ 别做梦了，你知道这1张牌叫到 ace 的概率有多低吗？你现在可是没有任何办法再增加。谁说我现在出不了钱？不用盯了，这不是袖里乾坤的小把戏，是你们谁也猜不到的事。叫牌。黑桃 A 的21点，全场最大，通吃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们3个人敌人都没看到任何破绽，到底是什么手法？不对劲，他身体都没有碰牌，太夸张了吧！这人居然不碰牌就能出钱，难道这个人在跟他打配合？你们该不会以为是我跟他串通好的吧？用你们的猪脑子好好想想，这可能吗？我用的什么手法，你们不都是看见了吗？我当着你们的面做了一次移牌，你们的注意力只看到了我的右手，而我的左手却跳出了你们的视线，我就顺便做了一个移牌的动作而已。居然那个时候就把牌控好了，我还以为只是显摆一下，你故意引导我们一把定输赢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你们当时完全可以要求洗牌，但是你们一听说一把定输赢，就迫不及待的要发牌，完全忘了我刚才当着你们的面动了手。说白了，你们就是太贪了，所以才输得这么惨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请说。 4家，1家底注300万，就算1家通吃的话，才1200万。你说的3000万从哪来？我们会为每一位需要本钱的人提供1次贷款服务，直到你们当中决出一位手握3000万筹码的人。果然是这样。都这种情况了，他们明知道自己会输，怎么可能还傻乎乎的找你贷款？你昨天也明明知道自己会输，为什么还要傻乎乎的去贷款呢？玉儿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？我会贷款，还不是为了赎你？是吗？是为了赎我，还是为了赢回本？我赌博就像一片沼泽，有的人一不小心陷进去，能第一时间就能抽身，而有的人只会越陷越深，直到将自己的尸肝抹尽。而赌徒，他们永远都会为自己找借口，绝对不会承认是因为自己贪心。我贷，雨姐，我贷600万，
我也要600万，3加600万，一共是1800万，加上你手里的1200万，我是3000万。600万可不是小数目啊！你们准备用什么来抵押呢？那这样吧，为了让大家玩得尽兴，我给大家一个机会。最近刚好有个医疗公司在问我要几个人胚子，不知道你们乐不乐意啊？胚子，这不就试药吗？就是，这地方可不比国内的医药公司，那不是把人当畜生使吗？再怎么输红脸，也不能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吧？就是啊，谁会把自己的命搭进去？你们也不用太有心理压力，毕竟钱要是赢回来了，这合同不就自动作废了吗？玉姐，这还有没有更好办法呀？这没有必要吗？你这是我们也可以少带一点的。3000万啊！一夜暴富的机会就摆在面前，你们难道真的要放弃吗？3000万，你想买的那套房能买10套；3000万，你喜欢的超跑随手就提了；3000万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呢？我劝你们好好考虑一下，这可能是你们这辈子唯一一次暴富的机会了。胡倩。对嘛，这才乖。你们确定吗？如果现在抽身的话，你们至少还有个机。跟你们这帮赌鬼说什么都是废话。今天正好让你们看看，什么叫赌狗没有好心。哼，之前是你奏折，你还有点优势，现在轮到我们了，你少得意。错了，不管是谁做错，结局都是一样的。你出现的手法确实很厉害，但就算再怎么厉害，也得牌在你手上才行啊。现在轮到我们做主，你连碰牌的机会都没有，难不成你们的隔空变牌？谁告诉你的？只有出千才能赢。刚才人家说的清清楚楚的，在现场的任何人，只要抓到证据或者点破手法，出千人直接判负，所有筹码归发现。是现场抓到吧？没错。不过像您刚才那样神不知鬼不觉的，如果不是您自己说出来，根本没有人能察觉你的出千方法。那样的话是完全没问题的。你是说，无论我们几个用什么手段出千，你都能被识破？不可以吗？不是不可以，而是我不信。正常，每个老千在被抓住之前都不信任。老东西，时代变了，你以前能看穿的头，不代表你现在也懂。那我们就别打嘴炮了，手底下真正重。活下来。叫牌！操，第一把就爆牌，真他妈晦气！不要，停牌。按照规则，我拿到了1对，我可以加1份筹码，取得分牌。可以。哟，手气不错呀，4张 K 全被你拿到了。再分。4张 K 之后又是4张圈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这种牌起手就是20点，不分不行啊，100%得爆啊！可是飞色牌就要加4底注，这要输也输得多呀！对啊，你这分明是出千，怎么可能这么刚好？8张牌都是花牌。对啊，我就是出千，你有证据吗？你抓不到就把嘴给我闭上。再分，我要加注100万一注。你这不是明摆着送钱吗？爸，海魂金，相信你爸。继续发牌。又是20点，
你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抓你出千的证据而已。什么狗屁证据？发的根本不是第一张牌。是啊，这是发2张手法，我在港片里看到过。有人出千当场被抓，出千人判负，所有筹码赔付给发现人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刘叔，你就饶了我吧，你不要让我去吃药。这个医疗机构简直把人当畜生用啊！我会死的，刘叔。这个我决定不了。拖出去。不要，玉姐，玉姐，不要，别这样，咱俩是同学呀，玉姐。上一轮庄家出局，这一轮庄家顺延，请各位继续。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，你们两个的出千手段能不能高明一点？像这种3岁小孩玩的把戏，就不要玩了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他根本不是在赌钱，而是在抓他们出千的破绽。怪不得什么赌注都敢跟，原来根本不靠这个牌面赢钱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我还真不知道玩个牌能有这么多手段耍诈。就是啊，这把我走走，下注吧。这下不好办了，整个赌局的性质都已经变了，现在所有人都会盯着我出没出钱，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，只能记牌了。记牌这种事情，就算被发现了也没办法证明，我还是有机会的。不行，现在任何出钱手法都不能随便用了，要怎么样才能把钱赢回来？有了！搞什么这是？哎呀，紧张了。慢着，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这种3岁小孩玩的把戏，就不要再玩了。我没有啊。我说的不是你，是他。你自己也说了，捉奸拿赃，这牌局都没有开始，你为什么要死钱？藏牌这种手段也不是为了马上出钱。我申请搜身，但如果没有，没有如果，我甚至知道你的牌藏在哪。玉姐，这如果我每局都污蔑别人出千，也可以吧？当然不行。如果指认别人出千失败，也是直接判负，赔付手里所有筹码。刘先生，您确定要搜身吗？当然确定了，他的目的无非就是让我指认他出千，利用规则来吃掉我所有的筹码。哈哈，你自以为把牌藏得很好，可惜啊，你遇到了我。来吧。看来人不得不服老啊，肯定是你那双老法眼，明显看错了。那你这1800万的筹码，我就先替你收下了。文杰，撤！你们干什么？这张牌一开始你是藏在袖子里，当你站起来的时候，你就把它扔到地上，用脚踩住了。再次有人出千当场被抓包，出千人判负，手里所有筹码赔付给发现人。玉姐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次钱我都能还上的。我有手法，我能替赌场赚钱。玉姐，我看中的只是你们和刘文杰同学的身份，你们的手法对我来说一文不值。玉姐，我能还人的，我能还人的。你呢？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没记住牌啊？你是不是以为记牌这种手段，我就没办法指着你出钱了？要不要我大声的跟所有人说一下，你是如何记牌醉的吗？我认输。
好！恭喜刘先生成为唯一一个赢得3000万的赢家。3000万，这还1个小时不到吧？3000万，一眨眼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你这种级别的高手，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？你到底是谁？他姓刘，你觉得他是谁？刘？难道你就是当年的？你是刘乾隆？难怪玉姐要让我拖你儿子下水，原来是为了引你出山啊！你们呢，就是他用来引我出山的工具而已。文杰那么信任你们，去年买不到票回不到老家的时候，还住在我们家，你们还给他下套做主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就是你们这帮混蛋应该有的下场。活该，这种人就应该有这样的下场。就是，鬼知道多少人都被他害得家破人亡，哼，活该！老天开眼了。然后呢？这次算刘先生完美通过考验了。7天后，奥国，我们将恭迎刘先生的到来。这3000万您可以带走，作为我们下次见面的底金。果然没有猜错，就是你。如果我去了，你就告诉我真相了。当然，林雨女士的死，到时候我们会事无巨细，一点一点的告诉刘先生。至于最后的真凶是谁，等你见到我的老板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下次见。爸，这个赌皇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所有蓝道牵手的眼中钉肉中刺，只有最狠毒、最癫狂的赌徒才有资格加入赌皇斋。我们老千呢是靠手艺吃饭的，永远会把输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可是这帮人不太一样，他们会把输赢交给天意。这听起来跟平常的赌博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吧？不一样，这帮疯子同样是顶级牵手，但是他们更喜欢玩刺激的玩法。就比如说，他们遇到任何牵手都会毫不犹豫地跟他赌命，把双方的生死都交给运气和实力。啊，那要不我们还是放弃吧？我们好端端的，凭什么跟他们赌命啊？不行，他们已经用这种赌命的方法害死了很多人，甚至还包括一些不会出千的普通人。我以前是不愿意跟他们掺和，这一次他竟然敢跳到我脸上来，那就趁这个机会把他们全部铲除。爸，有那么简单吗？不容易啊！你妈已经走了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比我更会赌、更会出千的人了。为了找回当年你妈被谋害的真相，也为了铲除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赌徒集团，我必须得去。院长，院长，这是我儿子，诸葛亮收一下。对不起啊。我老了，这么多钱实在拿不动，只好找新娘帮帮手。你别介意啊，新娘跟您一样，也是在福利院长大的。哦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院长，我可能被人盯上了，还是要麻烦你把这些现金存到银行去。你可别介意。傻孩子，您当年捐助福利院那么多，老婆子我帮点忙，又怎么了？嗨，爸，原来你和妈当年赢来的那些钱，都是……收。哦，
那院长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小倩，我听说啊，过阵子你要去澳国是吗？啊，对。哎，新月刚好也考上了澳国的大学，他无意我考的，自己一个人去那么远，我实在不放心。你看啊，我懂了，正好顺路嘛，我带他一趟。那我走了。好吧。走了。新月，小倩她犯了什么事儿了吗？你们让我骗她帮这个忙，难道就是为了盯着她？院长，我们要盯着的不是她，而是她要面对的人。我们需要她的帮忙，更要保证她的人身安全。哎呀，你这些工作上的事情我不好过问，我只希望你们都平平安安的。院长，您放心，她的命比我的重要多了。哎呀，傻孩子，你们谁的命都重要。哎，好，我去看看孩子们啊。哎，你坐。队长，我已经成功接触到他，我会以大学生的身份，过几天跟他去一趟澳国。好，你记住，务必保证他的安全。我会跟澳国警方沟通，有任何需要支援的地方，尽管说。陆黄斋这帮疯子现在越来越猖狂了，我们只有靠他才能把幕后黑手揪出来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哦，对了，你在哪所大学？我送你。离开学还有几天呢，刘硕，要不你带我好好玩一阵啊？好啊，那我们先去放行李。哎，你好，换3千万筹码。好的。刘叔，不是说了随便玩一下吗？你换那么多筹码干什么？这个你就得问赌皇斋了。他跟我说，在这里换3千万筹码，然后再用赌皇斋的黑卡，就会有人来接我。咱们也别互相演了。你应该是警察吧？你骨子里正气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你是专门过来保护我的，对吗？还是被你给发现了。说吧，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这赌皇斋的人可都是不要命的疯子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呐。既然你知道了我的身份，那就不应该问我怎么办，应该问怎么赢。欢迎刘先生，我会带您去见李小姐，请跟我来。好，这位是我的小侄女，跟着一起去没问题吧？当然没问题，来者是客，而且有2位客人已经先到了。这2位客人，我想您一定认识。爸，阿奇，不是你们在这干什么？我们刚进赌场就被带进来了。爸，这件事绝对不能让你一个人扛。没错，阿雨是我妹妹，是阿健的妈妈。当年的事情，你认为我们能袖手旁观吗？我们不能。胡闹！我们来只会让事情更难办。他怎么了？哦，这事儿啊，以后慢慢跟你解释。好久不见，刘先生，气色不错嘛。李玉，你哪里？这不是我那个傻里傻气的未婚夫吗？你这次来干嘛？给你8添乱啊？各位想观战，我非常欢迎，但千万别破坏了赌局秩序，否则……好了，废话少说，怎么玩？刘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上一回炸金花输给你，我当然要赢。哟，这不是手下败将吗？你们赌方斋就这点本事？
上一次是你的玩法，这一次玩我。这我就要洗耳恭听。道，你也知道我们赌皇城的规矩，跟你们这样的老千玩，我们都是直接玩命。说吧，怎么玩？赌博出千靠的都是一颗清醒的脑子，可人的脑子就是那么奇妙。当他的身体某个部位很痛的时候，就没有办法冷静的思考。那你就别卖关子啦，快点说行不行？都说十指连心，你说这一锤子下去，该有多痛？你们果然都是疯子啊！我跟你说一下游戏规则，我们2个人3000万的底，每输300万就选一根手指，用锤子狠狠地敲一下，直到荧光毕灭，又或者痛晕为止。确定这么玩吗？你们蓝道牵手在外面动不动就是毒手毒脚，我这只不过是骨折而已，又不会残废，怎么接受不了了？我没所谓，想知道当年真相的人不是我。不玩可以走啊。我跟你玩，这才对嘛！牵手就该有牵手的样子，为了赌不惜一切，我们就要去享受那一刻的快感。哎，我跟你不一样啊，我是为了真相，别跟你们混为一谈。自欺欺人，为钱为血仇，为了快感，有什么不同？不都是一样的赌？我会让你知道。好，那么这场赌局将由我慢着。这场赌局不能由你发牌，我怕你和他串通出千。没问题，那就由您代劳了。刚才规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至于底注，就由2位自行决定。那100万怎么样？好，不愧是我喜欢的千王，就100万。发牌。不好意思啊。其实我能看穿你所有的底牌，你记牌也没用，你就等着你的10根手指都报废吧。你这套心理攻势吓唬一般的新手，但对于我，白费心机了。闷100万，你已经输了，想要看看吗？我这第1把牌就可以给你开牌。我是想告诉你，我从来不骗人。我是一对 Q， 而你是3、4、6，一手散牌。怎么样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能看清楚你所有的底牌。我不信，再来。我还是闷100万，这回你能看穿我的牌吗？那当然了，我是红心8、9、10顺金，而你是一对 K。又是100万，千王，你再输100万，可是要输我一根小指头了。不对劲，我手盖着牌，他也看不见背面的花色，他究竟是用什么方法知道我的底牌的？继续吧。放轻松，
别紧张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原来是靠听，但是怎么做到的呢？牌和骰子可不一样，它居然能听出其中的差别。原来如此，听感上的确有些细微的差别。这牌一开始就被做了手脚。不可一世的千王也要看牌了，没必要，我都帮你看过了。你手上是勾圈 K， 顺子。牌面上的数字和花色掺了一些很细小的颗粒，不仔细摸发现不了。这些东西确实能让每张牌的发声都不一样，只要耳力好，再加上一点训练，的确很容易分辨出牌面。这一把你不闷，我闷，你跟不跟？既然我看牌了，跟你200万。你确定要跟？千王，这一把你输了，可是要输我一个指头了。这把输赢无所谓，反正我已经看出了你的把戏，就算这根手指输了，我也认。好，这把算你运气好，让你蒙中。王八蛋，居然还想偷鸡！就是想骗你爹丢牌，然后输掉一根手指。现在他100%知道我的底牌，但我要知道他的牌，至少还要10把左右才能听出规律，劣势太大，而且剧痛可能会导致我耳鸣或者思维迟钝，不能中他的拳头。犹犹豫豫的，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，千王。你上一回那种一往无前的气势，会让你看见。别急呀，人在没吃亏之前，嘴巴都是硬的。我看你少了一根指头，还拿什么跟我犟嘴？发牌。你发什么疯啊？哦，我突然间觉得气氛有点紧张，我放首歌听听，没事吧？不行吗？好。哟，脸色这么难看，你看不穿我的牌了吗？这一次我们100万。哎，你说你能看穿我的牌的，那这100万应该是唾手可得呀。没所谓，我跟。我再闷100万。他不是能看穿所有的牌吗？为什么这次就要看牌了？你傻呀，他怎么可能看穿所有的牌？他肯定是用了什么下作的老千手段，才能看清楚你老爹的底库的话，不是那个底牌的点数。有意思，心跳加速的感觉又回来了。果然还是跟你赌有意思。我跟你200万，无论这一把你输还是我输，都会损失300万，输掉一根手指。无论谁输谁赢，这把就看天意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也是一对，不过比你大。看来暂时运气不在我这儿。等不及了啊！我太希望看到他呱呱乱叫的样子了，要不要我来帮你？紧了？不行，必须要动手了。不用了。堂堂的千王就这点本事，还没开始就已经认怂了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自己来。
我不相信你有这个魄力。刚才你问我，既然都是赌，你跟我有什么区别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拿个冰桶来。你们这么玩，无非就是找刺激，为了折磨人取乐，而我是为了当年的许仇，是为了以赌反赌。只要能抓住当年的凶手，赌上性命都可以。才300万，刚刚开始而已。来，刘先生，你是第一个在我们赌皇斋这种玩法毫不退缩的，你真的太适合我们赌皇斋了。你少他娘的说废话！我不是来加入你的，我是要你们付出代价。那我们走着瞧。这一把，我要求换牌、验牌，因为你出千。哦，被你发现了，刘先生，你也知道我们赌皇斋的规矩，出千不是嘴巴说说就可以，是你要看破我的手法。你们在牌上动了手脚，加了很多细小的颗粒，让每一张牌发出的声音都不一样，所以你能通过声音来辨别我的底牌。之后我故意弄出了噪音，你就两眼一抹黑了。就是因为你听不到发牌的声音，所以无法判断我的底牌。赌皇斋规矩，出千手法被对方事后点破，由于不是当场捉赃，不做赔付，只默认为这一手段不能再用。刘先生提出验牌和换牌，双方确认没问题之后，赌局继续。你先。怎么，不玩花活了？没必要，就算我看不穿你的底牌，我还能看穿你的想法。看穿想法？这怎么可能？臭小子，你还真信啊？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明摆着告诉我们，他又要使用新的签术了。你不玩花活，我来。他这个级别的老千，应该是不屑于卖弄手法的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不管你是否能看穿我的底牌，还是能看穿我的想法，接下来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行啊，发牌。300万，没想到像你这样的签手也要偷鸡，不过我不吃你这一套，跟你300万。你确定要跟吗？现在是600万，如果你输，就是2根手指。我都说了，我能看穿你的想法。你想要偷鸡，想要靠嘴炮让我退让，你做梦！我跟300万。心跳果然更快了，就算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瞳孔放大和心跳加速这些生理反应，他也绝对没办法掩饰。这一把，他肯定是想偷鸡。那就看牌吧。看牌？你确定？我3个 Q 有什么不确定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刚才都说了，不要玩花活。像我这种级别的签手，只要摸到了牌，那不是想要什么牌就有什么牌。不对，明明就是想偷鸡。你肯定换牌了？
我要求脱身。我可真是太冤枉了！我抓到了一手好牌，我心脏跳得通通的，我还害怕你看到我的反应。我有这个必要投机吗？不可能！怎么可能？真不可能！什么狗屁看穿想法，老子从来就不信这些东西。你所谓的看穿想法，是不是在观察我瞳孔有没有放大，心跳有没有加速啊？这种手段，老子20年前就用过了。人的表情和动作是可以控制的，但是心跳和瞳孔这些是生理反应，普通人没法控制。只要用心观察，就能判断出对手的牌是大是小，对吗？那你刚才是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这种级别的千手，看到这么大的牌已经没有反应了？我是故意对自己放松控制，让自己做出了一个新手的反应，就是为了迷惑你，让你认为我在偷鸡。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们换完牌只进行了第一局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快想到对策？就是在你刚说出看穿我想法的时候，我就决定用这个方法来对付你。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你只能通过判断我的生理反应来推断我的想法。只要我对这里下手就够了。啊，厉害！你是这个，那又如何？我现在已经知道你的伪装了，不过我还有各种手段，我还是有优势。不急，先把你输掉的兑现。好，够快，就让你也尝尝。敢在阿谦面前耍手段，这就是后果，手断了吧？生气什么？才2根手指而已，我们是有的时间慢慢玩。不，没有了。你说什么？人对疼痛的忍受能力是有限的，一旦超过这个限度，大脑就会停机。所以呢？你看你刚才的样子，还有现在的状态，只要再让你一次性输够3根手指，你一定会晕倒。所以也没有时间好好玩。瞧不起谁呢？你现在是不是疼得2腿都发抖？能不能扛得住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？现在这些筹码都没有用了，你不要绕弯子了。接下来我们用手指。你是不是疯了啊？当我输给你第1根手指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过了，为了铲除你们，为了当年的血仇，我可以赌上一切。怎么了？你不敢啊？那你就认输啊，反正我又无所谓。你学我激将法而已，我凭什么非要跟你玩？你现在代表的是赌皇斋，别在这里给我讨价还价，丢人现眼。记住我们赌皇斋的规矩，认赌服输。啊？大不了输而已，我认。儿子，找个药箱帮我包扎一下。哦，还会用吗？当然会啊！我修外科急救那么多年，怎么可能忘？要不你也包扎一下？你觉得我需要吗？爸，你等一下，你这都粉碎性骨折了，这一时半会儿包不好。你找个凳子坐旁边。哦。按照2位刚才商讨的结果，现在1根手指为一抵住，直到哪一方先输完，或者哪一方先忍不住剧透晕倒为止。2位继续吧。光靠赌术，我一定是赢不了他的。怎么办？快想想办法。
他的表情和动作可以误导我，但是他儿子不行。刘文杰太傻了，根本做不到用表情来欺骗我。对，就是这个表情。之前在赌场拉他下水的时候，他每回看到大牌都是这个表情。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他的牌到底有多大？这一把我赌2根，真的，他这把牌绝对很大。难道是豹子 S？ 他之前用洗牌手法拿了一手豹子，绝对有办法让自己再拿一手豹子。而且他儿子那么表情，等一下，他为什么非要让儿子坐旁边？他之前把手泡冰桶里那么久，都没让他儿子上来包扎，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候？难道说是故意让我去看他儿子的表情，跟上把一样，假装投机，引诱我误判？嘿，再跟2根。某些人的心声有点大呀，我坐这么远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哎呦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他到底是什么牌呢？是豹子还是偷鸡呢？你现在的表情就好像把这些话都写在脸上一样，这不就是你们赌坊宅最喜欢的玩法吗？一切都不确定，是输是赢全凭天意。现在赌桌上有6根手，如果你跟，我一定看你的牌；你输就是输8根，你现在废到2根，加在一起就是10根。想好了吗？跟还是弃牌啊？啊，不弃牌。原来你是3张 K， 太可惜了。可惜我是全场最小的牌，只能吃3张 A， 就吃不了你3张 K。这么烂的牌，你摆出那表情做什么？我看这把牌实在太小了，只能赢3张 A， 我以为我爸又要输了。不好意思了。你要怪就怪你疑心病太重了。我唯一一次赢你牌的时候是豹子，你却认为我是偷鸡，所以下一局的时候你一定关注这一点。你那个时候就想答应这场了？没错，我故意把儿子留在身边，就是为了让你看我们俩不同的表情来迷惑你，让你摸不清楚我们到底是偷鸡还是稳吃。不愧是当年的千王，无论是赌术还是签术，甚至是对人心的把握，都让人叹为观止。我赢了，我要的东西你该给我。别着急，刘先生，好戏还没开始。都不许动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我还以为要等一段时间呢，没想到这位警察同志动作挺快嘛。你早就已经知道了。你们身上这股正气是藏不住的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这个我早就说过了呀。非法赌博、人身拘禁和人身伤害，我现在正式逮捕你们，你们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这句话你应该跟他说。今天这场赌局，无论是参与者还是主持人，都不是我，我只是旁观啊。你还在狡辩？无论是大夏还是奥国的任何一条法律，我都没有触犯。你们顶多关我24个小时，就得把我放出来。你做梦！我亲眼目睹了整场赌局，你还想？而且，你现在还有不能抓我的理由。那我倒是想听听，你还能有什么理由？我要转做污点证人。我会当你们在赌皇斋的内应，帮助你们找到我的老板。你们的所有行动，我都会配合。
你还有事情没告诉我呢。我只能告诉你他是怎么死的。至于他为什么要遭这个罪，是谁干的，都得等你见到我老板之后再说。哼，我就知道。那你知道什么就说。3处枪伤，右肩、左腿、左腰，导致他失血过多，这只是其中之一。然后就是棒棍殴打，四肢全部都被敲断，导致他再也没有行动能力。最后一刀剜心，明明也是没有清军的。够了！我会让你们一个一个全都付出代价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他的死跟我可没关系。当年我还只是个穿开裆裤的小屁孩呢。不只是我，也不只是小雨，这些年你害了多少人家破人亡，必须受到惩罚。冷静，别被他影响了。刘先生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这副杀气腾腾的样子，特别有男人味儿？闭嘴，往后退！我改变主意了，我必须跟你好好的赌一场。无所谓，无论你们赌王寨来多少人，我都会一个一个把你铲除掉。希望你不要食言。你们上面讨论的结果下来了吧？你很聪明，但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你们这样聪明的罪犯，你们都太狡猾。注意你的用词。无论是奥国的法律还是大夏的，你们都没有证据证明我是罪犯。这就是我最不喜欢你们的一点，你们甚至聪明到可以钻法律的空子。我就当你是在夸奖喽。我们可以让你做污点证人，但是有条件。当然可以，我也有条件。你说，在见到我老板之前，我要你们所有人给我赌一场。老实说，我现在还有点小激动。我不是很想问，但是又不得不问，你想玩什么？我这个人呢，最讨厌赌的就是钱，还是玩命比较有意思。在场的各位应该多少都吃过几次宵夜，玩过几把大话骰吧？每个人5个骰子，按数量和点数叫骰。比如说，你有3个5点，就叫3个5。其中1可以是任何数字，这叫做非。当有人叫斋的时候，1就不能变，除非加倍叫非。当有人叫到1点的时候，1也不能变，很简单吧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的游戏叫大话轮盘。你果然是个疯子。规则很简单，枪里只有1发子弹，摊是1枪，劈是2枪，反劈就以此类推。明白了？反劈以此类推。空包蛋，难得你想得出这么好玩的赌局，为什么不用实弹？1枪就了结，还有什么意思？人在开枪前，在恐惧和悲伤的折磨下，做出的千奇百怪的表情，才是最好玩的东西。不愧是我的好女儿，就照你说的去办。记住，可别把老刘玩坏了。你老爸我还要跟他好好叙叙旧。是，父亲。还有一点，
这枪呢，不用你们自己开，什么意思？不管谁输了，都由每个人左手边的上家负责开枪。左边上家，这有什么意义？那可太有了。有的人的下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，而有的人的下家是负责保护自己的国家公职人员，有的人下家是在自己职责范围内需要保护的公民，而有的人连杀人的勇气都没有。既然你们都跟上船了，我知道你们一定有这个决心。你们能对自己扣下扳机，对别人呢，那就不一定了。你还没说怎么地输赢。爸，这么要命的游戏，我们凭什么跟他玩啊？他答应了我们的条件，我们当然也要答应他的。输赢很简单，枪响出局，你们所有人出局，算我赢；我一个人出局，自然算我输。你不如现在就把我们一锅端了。玩这些东西算什么本事？觉得折磨人很好玩是吧？你们不要慌，就按照平时的玩法玩，我有办法对付他。既然如此，咱们也别浪费时间了，直接开始吧。请各位摇骰。在场5个人，也就是5个一，6个摘，7个飞。我先叫5个一。你连想都没看，那我加一个。拼什么？我拼你呀，刘文杰，你受不受？受呢就是2枪。不受呢，就是1枪，你受不受啊？我替他受。刘先生，我好不容易把你们凑在一块儿，不是让你一个人来扛的。我受，我就一个，开吧。我也就一个。刚好4个。但你的输赢就得看你的好大舅给不给你这个面子了。不能开呀！舅舅，没事的，开吧。不能开呀！舅舅，开吧，没事的。一个也没有哎。文杰，我舅舅对不起你。没事的，连个2枪而已。动手吧。太有意思了，你们刚刚的表情都太有意思了。刘文杰，下来你先叫。怎么样，刘先生？我安排的这把赌局，你还满意吗？文杰，你老老实实按照点数叫，这2枪我一定帮你讨回来。就算你会听骰，就算你签术过人，那也只对你自己管用。你这些家人朋友，你确定护得住吗？我既然敢接受你的赌局，我就有能力保护所有人。刚才只是意外。我当然希望你说的是实话，不过在此之前，你得先劝劝他，别我还没玩开心呢，他倒先把自己给吓死了。不好，我想通了，死没什么好怕的。
怕是死，我也不会让你心里痛快。刘文杰，你说你早这样不就好了？我说不定还真就喜欢上你了呢。7个6， 7个6，摘。疯了！上晚6个1都不够，你这把居然叫7个6摘？我是喊给你听的，你不开口吗？既然刘先生都这么说了，我不叫声批，岂不是很煞风景？反批！你收不收？当然收了。都不用开了。5个6豹子，根据大画色规则，算7个，我1个人就够了。刘先生，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，但你现在就开始耍手段，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？我现在不动手，你所有人都会死在你手上。你管这个算操之过急？当然不算。刘先生，我很欣赏你的果断，可你这位大舅哥恐怕就没你这份魄力了。连开3枪，林先生，请吧。你就这么没种啊！我刚才可差点亲手毙了你的大外甥，现在报仇雪恨的机会就摆在面前，你居然连开枪的勇气都没有！让我来告诉你们，什么叫勇气。勇气是泰山崩于前的面不改色。勇气是在压力面前保持绝对的毅力，这才叫勇气。怎么样，好玩吧？刘青没说错，这果然是一个纯粹的疯子。我知道我在什么环境下长大，你当然理解我。同样是姓李，我们2个的同样可是天差地别的。行了，没有时间听你怨天尤人，这一局还没结束呢，继续。这把我叫6个6，摘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上家叫摘，我只要翻1倍，就可以让1再变回任何数，对吧？没错。那我叫12个6。13个6。刘文杰，你今天能稍微硬气起来，我很高兴。但你总是好心干坏事，批2家。凭什么？你叫6摘，我叫6飞，你我都有6，你凭什么批2家？是谁告诉你我有6？我叫假闪，这是犯规。又是谁告诉你我叫假闪？刘先生，拼骰对你来说就是手到擒来，想必我的点数你最清楚。我叫假骰了吗？还有1个6，不算加彩。你知道为什么刚刚你叫完，你爸立马就加了1个吗？他知道我们所有人骰盅里的点数，所以他知道6肯定没有12个，我一定会批，所以他立马加了1个，想把火力引到自己身上。可他自己也没想到，我会批2家吧？这火力，他想拦都拦不住。行了，我们不受。没问题，那就1枪。等一下，文杰，这一枪我来。父子对枪的画面，我最喜欢了。来吧。
文杰，把枪举起来。好，把枪举起来。要库尔的，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对你妈当年的死耿耿于怀，把你和舅舅都牵扯进来。爸，你别这么说，是我们不对，爸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让你面对这些。儿子，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碰头了。爸。文杰，把枪举起来。举起来！多么伟大的父爱啊！刘文杰，我真嫉妒你有这么一个好父亲。不过，这么一个好父亲马上就要死在你手里了耶！刘文杰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你闭嘴！文杰，1颗子弹，枪响的概率只有1/6，你爸还有机会，别想跑。1/6啊！刘文杰，你有1/6的几率可以亲手弑父哎！哦，不过你别害怕，这里是公海，就算这枪响了，你也不用惊了。开枪！都别动！我玩得正开心的时候，谁也别想给我捣乱。太刺激了，太好玩了！这个疯女人，你敢不敢把我放出去？林先生放心，你现在没出局，有的是机会讨回来。不着急这一会儿啊！我再重申一遍，赌局过程中谁也别跟我捣乱，否则我就提前请他吃枪子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就继续吧。等一下，刚才枪响了，应该判文杰出局。刘先生倒是挺会钻空子的啊。这个规矩是你刚才亲口说的，你不会出尔反尔吧？当然不会，我只是觉得有点可惜。请吧。也好，这样一来，空包弹的事情就不会被发现了，也省得我编理由说子弹有瑕疵，赌局还能继续下去。现在只有我们4个人，那也就是说有20个骰子。那我叫6个5飞。刚才那一声枪响是在刘先生耳边响的，想必现在刘先生还耳鸣的厉害吧？一时半会儿也听不出我们的骰子点数了。不对劲，刚刚那声枪响不像实弹。这不就是你们赌王斋最喜欢的节奏？输赢全都交给天意。听刘先生这意思是要批我了？我批。批。我叫的是飞，1也算作是5。20个骰子凑6个，我就不信我运气就这么差。就算是单骰，我也愿意和刘先生赌一把。那你就赌错了。我是顺子，按照规则，什么点数都不行。是我太得意忘形了，居然忘了最重要的一点。刘先生虽然耳鸣听不到骰子的点数，
但摇骰子的手法还是在的。这一把运气不在你这边，我只有一个。别动！没想到我运气真的这么差。20个骰子，1点也算正，居然只能凑出5个5点来。那前面3枪我是认的，但是我这个人最烦的就是不守规矩的人。那最后一枪，我必须讨回来。大哥，你别吵了！我没打中他，你大舅哥吓晕了。既然林先生已经晕倒了，就剩咱们3位了，游戏继续吧。2位偷偷摸摸寻思啥呢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的枪里是空包弹。第一枪的时候，我以为我靠得太近，听错了，直到你刚才那2枪，我才完全确认。总共3次，都只有枪响，没有任何被子弹打中东西的声音。你的所有子弹都是空包弹。连续2次都是连开3枪，你脸上情绪变化的，搞了半天你是作弊啊！作弊这个说法有点难听了吧？我还是喜欢你们老千的说法，这叫出千。那你这算是出千被捉了呀？以你们赌皇寨的规矩，应该怎么办？我当然可以放个实弹，但你们敢吗？我刚才就以为是实弹呢，你看我怂过吗？你别中他的圈套，继续用空包弹就行。这样哪怕是枪响了，也只是出局，不至于连命都丢掉。相信我，他赢不了。刘先生这副自信的模样，还真是令人着迷。那就如你所愿，我们真枪真刀的来一把。好，我先叫3加15颗骰，我叫7个6。7个6，那我加一个。我知道你也会听骰，我们所有人的点数都一清二楚。所以呢？所以你输定了。不管你开它还是再叫其他点数，你都是输。跟我没赌输，你根本比不过我。就算这场赌局再继续下去，你也已经赢不了。是我太不知天高地厚了，但能输给刘先生，我很荣幸。我认输。就像刘先生说的一样，我已经没有赢的可能了。请开枪吧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请说。文杰说你怀了他的孩子，这个是真事情。真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爸！枪响了，你出局。为了我儿子，我什么都可以放下。你们之间的事儿自己解决。阿姐，等等我！你对我撒了那么多谎，偏偏我最希望是谎言的一句话，你却没有骗我。刘文杰，我真嫉妒你有个这么好的父亲。
他们的眼神好奇怪。对呀，就像那个看动物园里面的猴子一样。你不跟我们也不像啊！在场所有观众都是世界范围内的顶级富豪，随便指一个都能在福布斯排行榜上找到名字。不意外啊，多数有钱人都喜欢找刺激。别忘了你答应我们的事情。放心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听我信号就行。李浩林，是你啊，老朋友，我们可好久没见了，差不多有20多年了吧？啊，你倒是脸大呀！当年你害死我师兄的事儿，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。你倒好，还敢出现在我面前。你还真喜欢开玩笑，明明是你来找的我，怎么就成了我出现在你面前了？啊，你刚才说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谁害你老婆吗？问我就行了呀。别冲动，别冲动！难得老友重逢，看来你很激动啊！我老婆的死是你做的。是，也不是。乖女儿，你跟他解释解释。我已经和刘先生说过了，当年动手杀害林雨女士的是3个人，而我父亲只是开枪的那个。父亲，你是说你爸就是赌皇斋的幕后黑手？当年就是他杀害了我妈？这就是我的乖女婿吧？我叫李浩林，咱们也别见外，你直接叫我爹地就行。只有一个。哎呀，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薄情寡义啊！把我女儿肚子搞大了就想赖账，这我可不答应。老刘，你不说2句啊？咱们现在可是亲家啊！行了，你不用套近乎啊。想不到你消失了这么多年，居然参加了赌皇斋，还爬到了今天的位置。你这些年藏得这么好，我要是不爬到这个位置，怎么把你给揪出来？你到底想干嘛？这还不明显吗？我叫了几个朋友回来聚一聚，就是为了给在场的各位胜里一出好戏。说吧，你想怎么玩？别着急嘛。这几个空位子看到了吧？你难道就不好奇都有谁？没兴趣。你可真扫兴。把他们都叫上来吧。老刘，20多年没见了，见了我们也不打声招呼。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可别怪我呀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是被迫上的这条船。我冤枉啊！我可一直在国外混，鬼知道这会被逮到，就直接给我抓到船上。好，是我连累了你。连累？现在说这话恐怕早了点儿。难得老友重逢，咱们就玩点喜庆的，逗留，怎么样？说早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字面上的意思。当初杀你老婆3个人，我开的枪，你猜猜看，谁耍的棍子，谁捅的刀子？你猜猜看，谁耍的棍子，谁捅的刀子？兄弟，大你劲儿，大你劲儿！这事情
他故意的，不行。我的性格你也知道，你拿了我一只眼子，我不可能这么轻而易举的揍你。赵天山，当初我只用你一只眼让你退出蓝岛，是为了保护你。不是我，你现在就是个瞎子。当初我在赌场救你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。我让你救我本来就准备故意把自己输进去，救我妹妹出来的，偏烂好人下场了。我妹当年被人贩子掏的只剩一具空壳子了，你觉得我不敢信吗？那你为什么不说？是东南亚人，当时和你语言不通，你也只当我是个烂路。你想回去，你就把我打得遍体鳞伤，你给我机会吗？对了，这才有意思。就是要有这种深仇大恨，这赌局才好玩。好，我就是一个烂好人，我要跟你们赌命。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啊！既然要玩的喜庆一点，那就要红红火火。你们知道一个人失血多少就会死吗？好，李轩，记住你学医的，你来说说。人体失血超过20%，也就是1000毫升，就会导致休克；30、1500毫升就会有生命危险；40以上，2000毫升就必死无疑。那咱们几个人就每个人用2000毫升作为筹码，抵住100毫升，输了往外抽，赢了往回送，谁输谁就死，好玩吧？可以啊，我跟你玩。非常。差点忘了，我们赌皇斋最喜欢的防出签环节。你们看到旁边那箱子吗？这可是高科技，只要这箱子判断出在场有人抓签成功，除了被抓的那个，其余所有人的箱子都会自动解锁。还有2个规矩，每把枪里只有1颗子弹，这颗子弹能喂给被抓签的那个人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很简单，就是如果他抓到你出签，掏出枪没有搭理你，却想要干掉我，找你出钱，是个梦。那如果我非要干掉你，那就得看是你动作快，还是他们动作快。我这只枪手可是花了大价钱培养出来的，那只有1颗，又是为什么？在场的每个人只有1次抓签的机会。如果只能抓1次，那我们就得好好考虑一下，把这次机会用到谁身上。不错，规则就这么简单。开始吧。开始。第1把我做庄，1副牌发完，就轮到下一个庄。也就是说，2轮换1次。下家说话。100毫升。200。没牛，信了。看来牌都不怎么样啊。那我翻个倍儿，我要400毫升。刘姐，不够的丢牌吧。刘姐都赢不了你庄家，没办法，
手气不错。第一局就是满流，真他妈的倒血霉了！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，这头部晕也不花吧？按照你的体重，下把再出200毫升，就会开始头晕，心跳加快。我听说你是为了这个傻儿子才不得不暴露身份的，你可是真是冤枉啊！李浩林为了逼我赌命，把你揪回来了，这才叫冤枉。哼！满牛，唉，这把手气差了点，牛奖。你们谁还有满牛的？还有没有啊？上手就出现空白，算准了我们不敢抓签是吗？那当然了，我知道你跟孙乐这小子最想干掉是刘谦，要抓签，也绝对只会抓他一个人。所以你就打算这么一直赢下去，赢到我们失血过多、头晕眼花，不能再出签了吗？不错，我就利用你们2个牵着他，让他不敢轻易的出签。在这个世上，除了我已故的爱人之外，的确是你们3个人最了解我的出签手段。那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要杀你老婆？他当年被我下套，跟我赌命，他赢了。那你为什么？哼，他赢了我，却大发慈悲的放了我，甚至连赌资都分文不取，转身就走。我知道为什么了，他是在侮辱我。老子可是蓝道数1数2的天王，我赌命输了，他居然把我当狗一样给放了。那是我们饶你一命，你不可能就算了，还恩将仇报！王八蛋！你们父女俩都是疯子！还他妈敢说的就是你，小王八蛋！呸！除了赌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。放到赌桌上的东西，谁也别想给老子退回来。所以，你该死！屁话说完了吗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有点太激动了，让大家看笑话了。的确，你算计得很好，用这2个人来牵制我，这一局可以说你我赢。奇怪了，被你夸奖，我居然感觉不到一点点的兴奋。但前提是这2个蠢货真的能看出我出钱的手法。在我们面前就别吹，我可是你教出来的徒弟，你的手法我还能看不出来吗？当年输你，我只是棋差1招，你哪来的底气说这话呀？在这个世上，除了我老婆，没有人知道我所有的出钱手段。正好我这一把装走完，落2手。这就是你出钱的手法呀！你不会想说这就叫返璞归真吧？啊！你们觉得我的洗牌手法不入流，那不恰好证明了我出钱成功了？我先说话。这把牌还不错呀，我押800。我牌头大，血呢自然就多一点，我多下一点没毛病了。我就不掐杂货了，我就押100毫升。这么好的牌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让他输。我押600。那我
就押1000。这个台面上价钱都2500毫升了，这你这样的说，这我为抽成鱼干吧的。哎呀，现在还不到行动的时候，我们得想想办法。不，我相信我爸，他一定可以的。这一把玩这么大，咱们就别一家家的看了，干脆以庄家直接开牌如何？顺子呀，连个牛都没有。老子是满牛，你拿什么跟我玩啊？刘谦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，这一把就卸灾了。好想拍对镜。见鬼了吧？这牌都一样啊！哎呀，有点手段，不愧是当年的千王之王。4个满牛，孩子，你别完犊子！不对劲，怎么会这么巧？4家都是最大的牌，而且牌型都是一样的。我就知道，之前跟爸玩21点的时候，他是跟我们所有人都发大牌，结果他自己才是全场最大的牌，全场通杀。这次一定也是。还有最大的牌，看这牌型，难道是5小，5张牌加在一起不满10点，斗牛中最大的牌型。故意给我们发大财，原来是勾引我们下注。我真的是太了解你了，你们都是最纯粹的动物，哪怕是发现你们手里的牌有一点点不对劲，你们也会义无反顾的赌一把，这就是你们喜欢的刺激。但是你今天遇到了全场我最大。你们真的还是挺硬的，一般人失血这么多，精休克。你狂什么？要把我做大，马上就会报出血门槛。牌已经经过了我的手，你是不可能赢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这么喜欢吹牛逼呀？我是不是吹牛，应该心里有数。哎呀，老子我把命都赌上了，还会被你这3两句话吓到？你已经失血超过20%，就算你不休克，你也很难做出精密的出拳动作。现在，除了我跟李明，在场所有人都不可能出击。老子我就非出给你看！4对1，你抓了我出钱，你就没有机会抓其他人。你敢啊？你发什么疯？赵天山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们赌皇斋最恨有人抽签？你们不是说好了一起对付他吗？贱人，你害我，我敲死你！涂总，观众是来看我们赌命的，所以都不要给我耍任何手段。好了，现在庄家没了，轮下一个。没问题，这把该我登桌。
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得不出手吧。又是蛮牛，难道是运气好，还是他故意给我发的？现在就他跟刘谦儿输的少，只抽了几百毫升的血，不至于让他出不了千。我知道了，他是打算借这个机会把我跟他爸的血匀回来一点儿，然后一起干掉刘谦。1200毫升，他想让我少下点注，只赢回来一部分就行。哼，拼了一次性。这个我赌1000毫升。你疯了！压这么多，如果输的话，你会当场没命的。反正都是命，与其慢慢受折磨，不如老子一把定生死。定，输出的血补回来，输大不了就是个死而已嘛。这才是真正的赌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可惜啊，你赌错了。当年你自不量力去赌场送死是错，今天你又相信2个疯子也是错。这一把我就不瞎跟了，下个底注100毫升，做做样子。你什么意思？还能还不行？我也下个底注。我就猜到你会贪心，想一次性把血匀回来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跟你是一边的吧？我谁都不保。五花牛比你的满牛稍微大一点，不好意思啊。妈的！原来你把我的头发了！你和赵天山都搞错了一件事情，我跟你们从来都不是同一战线的。我走。少了2个人，我这把庄好像还能多做一轮。你父亲输了1300cc 的血，你是想多输2把，帮他匀一点吧？刘先生，有些事情戳穿了就没意思了。终于到你跟我决生死。是啊，这个血仇是该了这一生。那你决了谁为赢？老实说，我不知道。不可一世的千王，也有不确定的时候。这个赌局的胜负，决定权不在我，我们俩之间的输赢，要看他。我现在当众出千。你觉得现在应该谁来动手？你这颗子弹已经用完了，而我现在公然出千了，那现在动枪的只有你的女儿。刘谦啊，刘谦，你就算知道自己赢不了，也不用着急送死啊。谁说这颗子弹是送给我？她是我的女儿，难不成还会站在你这？这是干什么？我刚才就说过，
我谁都不帮。现在在干嘛？我在帮我自己。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未来跟我一样，从小就要学会谎言和欺骗，甚至还要把人命放在赌场上面。好，我收回之前的话，老子怎么教出你这么个东西？实在太让我失望了。哎，就是你这个态度，才让你的女儿在关键的时候反水。又怎么样？你觉得是他的枪快，还是我手下的枪快？我看谁敢开枪！哎，我没懂，我没懂，我没懂。这是公海，就算你带人进来，你也没有办法抓我呀。这里不是公海。从这场赌局开始之前，我就已经吩咐船长把船开回大夏临海，以你的名义。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培养你成为顶级的枪手，你竟然跑去给他们当鬼！一开始我也不确定到底要不要跟他们合作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之前那场轮盘赌，我看到他们父子之间的深厚感情，我也知道，只有把孩子交给他们，他才会有更好的未来。贱人！为了孩子，我也可以放弃一切。都跟你说了，别带孩子来见我。现在好不好看？最后一次了，让你再看他一眼，这样你服刑的时候，好歹有个念想，能好好改造。我需要你签份协议，把儿子留给我，我会抚养他长大。这才是他最后的归宿。有问题？谢谢你。也谢谢你做了正确的选择。你儿子呢？没带过来？这里闹哄哄的，怕他吓着，就让舅舅先帮带一会儿。这单亲爸爸不好当吧？以后可千万别让他学你去赌博。爸能把我养大，我一定会把儿子好好抚养成人。至于赌博，这辈子都不会再碰，也不会让身边的任何人再碰。请你伸张。今天我来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诫大家：有赌皆诈，不赌为赢。